你当说无妨，你想问什么？就是我昨天就是去看那个搜索了吧，我去了解一下，然后上面都说你要跟美伦老师，你们要就是对，是吗？我们在一起做这个功课，就是我们想要一起把它解决好，因为现在我跟他还没有离婚，所以他现在还是我先生。但是呢，我现在说他，我会说是 X， 因为对于我而言，就是去年8月16号开始，我就已经提出来说我想要分开，而且我是当时告知了我们身边的所有人，就是我想要结束这段关系。然后我想要结束这段关系，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这段关系里面，现在就是他跟我之间的话，他会有时候变得很负面，所以我希望他好起来。然后呢，始终是需要有一个人去说出来这个决定，然后我们一起往前走，这样对。然后呢，所以现在我们两个，他这次专门回济南，然后他这几天应该也还在济南。我们见面见了2次，但是这是我们这几年见面次数不多的，为数不多的2次，然后都是在讲分开的事情。对，但是呢，就是因为我跟美伦，我们两个就算是分开，其实跟普通的夫妻离婚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会涉及到我们旗下很多我们两个自己的或者共有的很多资产，就是比如说，曼谷的啊，然后我们的呀，然后结婚的时候的呀，婚前的呀，就是会有很多很复杂的一些，还有一些家族信托啊，然后也是需要我们来重新去做分配，然后但是呢，我们只是大致的聊到了一些这方面的一些东西，但是它是很简单的，因为美伦跟我都不会是那种，就是比如说，在这个事情上，我会给你，你要来跟我算什么之类的，不会的。我以前开玩笑的时候，我说过说，我如果有一天我如果跟你分手了，我们是需要把，就是你知道这个，比如说卡地亚，那这个当时是。这个当时是在我们什么呀？在7月23号的一个纪念日，还是中国的一个七夕的时候买的，就在你们这个济南贵和14.95万一个，对。然后我跟他买了2个，然后接着呢，当时说的是说我们两个不光是这一些珠宝，而是所有的珠宝，我都要把它就是全部敲成2半以后，我要跟你分得干干净净、仔仔细细，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这辈子离开你的话，我一定要彻底的离开，对，就是那样子。但事实上，现在到了我们真的到了说要分的时候，其实反而是希望对方，可以拿更多更好的。然后呢，比如说现在你看到的我这一套房子呢，因为我们的房子基本上都是我设计的，然后这套是我对我爱情所有的想象，我的这个家，然后所以呢，我就跟他讲说，要不然就比如说这套房子你就留给我好了，然后我有另外一套别墅，把那套别墅换给你，然后他说 OK 没有问题，然后他就要那套别墅，就这些。我只是拿这个举的这个例子，对，我觉得老师你还是要多出去走动走动，不要去想这种事情。对，往前看。我往前看，我再往前看，对。然后还有就是我跟沈月伦的事情，我想在这里再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因为刚好问到了，然后我跟美伦现在我跟他我们两个在解决这个事情是。我们2个人现在在解决中，对，就是他不是说
我们两个已经分开了，或者说我们两个现在还在一起，他都不是，就是他是 pending 的一个状态，就是我现在我已经提出来我要分开，然后美伦呢是想要说再试一下，然后我们找 consult 帮我们一起，然后我们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觉得就是这个问题没有那么大，然后我们在出国的时候再找好的专业的帮我们去解决这个事情。但是对于我而言，我觉得这个事情很严重，就是对于我而言，就是其实我跟大家讲真心话，我跟美伦分手呢，不是因为第三者或者什么这些关系。如果是因为有第三者，或者说是他有一夜情，其实反而都不是事情。这些事情我都很看得开的，这个没有关系的。但是我反而不行的是，就是比如说，我需要你，然后我抑郁，然后我在吃药，然后你曾经对我讲过，类似于我是你工作的阻力，然后作为另外一半，因为可能我是 gay，然后就是等等的，然后这对于我而言的话，会造成的是 PTSD，就是我不会能够好起来的，对，就听到那些话，对对，你听得懂吗？我听得懂，真听得懂。我昨天都了解了，我刷了好多，感觉已经知道个大概了。哇！粉丝们都说很遗憾，但我觉得吧，就是人有点卡。你不卡了？对，你的粉丝们都说都会支持你，我也支持你。我觉得就是事情已经就是别管是怎么着，已经发生了，对吧？咱们都要挣钱的。然后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像财产分割了还是怎么着，我觉得做的是对的。然后就是没有必要留下那些没有意义的念头。我听得懂啊，我真的听得懂啊。因为我看你应该没谈过恋爱吧？我谈过，但是我就是可能当时有点小吧，我没有就是谈过比较深刻的那种。然后今天我说的这一些呢，确实也都是真心话，也都是发生过的，然后也都是我们这几天在进行的。然后，但是我还是想跟大家讲，就是说，我始终还是觉得沈玉伦先生是一位非常体面的东方绅士。就是他在处理很多事情，包括说他的为人，我认识这么多年以来，也是我见过最大方，然后最好的一位男士了。所以也请大家呢，就是不要去留言，或者说是去伤害他，因为他如果受伤了，我会是很难过。对，真心话。肯尼老师，这边你的粉丝有留言说，让我告诉你，就是人生可能没有回头路，也没有后悔药，但是人生永远有下一个路口。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好。对，会有的，对，但是只是现在可能我不相信爱情了，我相信爱情，但是我不相信爱情会发生在我身上了，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拥有了最好了的，对，就是我不会再进入一段严肃关系了，对，就是我跟他分开以后也有就是比如说跟我认真的说过，问我有没有机会的，我也认真的回复了对方没机会，一点都没有，因为我觉得我不适合再进入一段这种患得患失或者持久等待的一段关系里面，对。我觉得就是我谈过最长一段恋爱嘛，也就其实有个2年，我都觉得已经很长很长了。而且我当时分手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嘛，就像
就我对我那个谈2年的那个前任，我对他已经从爱情转变成一种亲情的感觉。我俩分开当时我就是非常非常难受，我根本就不敢想象，就是2个人在一起10多年然后分开的那种感觉，我是体会不到的，但是我知道一定会很痛苦。我这样跟你说吧，已经不能够再去2个人喝咖啡的咖啡店喝咖啡，开车不能够开经常2个人一起看过风景的路，你连坐飞机都要绕开曼谷，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你有时候想把自己都给撕掉，因为你身上全是他的东西。对，那就是一次那种真的就是锥心刺骨的爱情，每天都把自己五脏内腑这样扔出来，然后每天都在，每天每刻，对。我觉得我的就是我的阅历还有这些感觉还是不够吧，我说不上安慰，但是我还是希望可妮老师就是能够我不需要安慰，因为我 OK 的，我真的 OK 的，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其实真的懂很多的人，然后我自己也会去看很多，我自己也会去了解很多，然后我自己也去理解 anthropologist 就是人类学我都去学，对，因为我有时候也真是太过好奇。等下一次跟大家讲，就是我去那个医学院里面，然后去看大体老师，去看解剖的故事因为我对这个世界依然充满好奇，然后今天我经历我的，它其实都是注定的，然后我也觉得我很荣幸。对，就是我觉得我很荣幸，我经历了生活，让我经历了，我没有觉得我抱怨或什么的。对，然后我这里的纹身还是 Q 就是还是美伦，对，然后我也不会去把它给卡掉，不会的，对，就是它就永远在这边了，对。通过药物，我通过行为治疗，我通过旅行，我通过我可以，但是很多时候美伦不可以，因为我们在曼谷的酒窖大概有600-700瓶酒吧，如果你去过我家，然后他一个夏天把它全部给喝光了，然后我婆婆跟我聊天谈心的时候说，也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就是人怎么会消沉成那样。我就是需要大家帮我多安慰美伦了，因为这段时间肯定对于她来说也会很艰难。其他的没什么。首先我跟美伦，我们2个现在遇到这样的问题呢，其实真的不是说我跟他之间有第三者，或者说任何狗血的事情，我们2个从来没有过这些事情。我们2个分开完全是因为6年的异地恋，对，就6年的异地恋。然后我在去埃及回国的时候，我惊恐发作，我那段时间确实很需要人陪，然后确实美伦那段时间因为工作没有办法兼顾到我，然后我们进行过很多轮谈判，就是就算1个星期见面1次也好，然后3个月见面1次也好，但是呢都无果。然后现在讲这个就有点像在讲自己前任不对或者不好怎么样这些，但当时不是，我能理解他的工作很忙，对，然后但是确实我自己在那段时间里面，我已经不行了，对，然后
就疫情后3年，我就自己开车出去自驾去了，对，然后我就去这样环游中国，然后我收获很多。然后呢，我今天跟大家讲，就比如说我跟美伦，我们2个现在的状态就是 pending 的状态，就是不是说已经彻底分掉，或者说就是没分，但是呢，我们2个现在很焦灼，我们2个一直在处理这个问题。就比如说他前2天回来，然后呢，他就是也会问我，开玩笑说，他还能不能睡书房，就类似这样子的，对，然后这个问题他又很对我而言呢，又很需要时间或者说去理解。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对。但是美伦确实是，我说很多次也是这样，她是一个完美的东方绅士，值得所有人喜欢。然后她的情况比我或许还要更严重，我说情绪上的。所以如果说，请拜托大家呢，请给他多一些鼓励，然后也请大家不要去问他我跟他的感情问题，因为美伦你如果问他这方面的问题，他其实非常排斥，他不会像我，就是比如说我觉得是因为大家跟我讲说10几年的感情，或者说你们完全参与到我的感情生活里面来，所以我觉得我是有义务跟大家讲清楚这个事情，因为如果我不讲明白，大家很多人就会去想，就去猜，然后就去网上看一些就是别人瞎写的一些评论，然后可能你们就会觉得是真的，但是其实不是，就是我们就只是因为远距离恋爱，对。然后我们就算到了最糟的时候，当时我们2个在谈的时候呢，我跟美伦也说了，就是他会是我最亲的家人，这都不会变，也会不会变。但是只是说作为我的伴侣，就作为一个亲密的伴侣，你知道亲密的伴侣，爱人。那你需要激情，你需要陪伴。然后你需要commitment， 就是你知道这3个那如果说你这3个你缺失了，那确实它事实上它就不是，对不对？然后所以呢对，然后现在就是这个情况。为什么不能去一个城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以后大家再问我这样的问题，我还是会同样的回答，因为大家不了解这个情况的话呢，就会造成很多误解。首先第一，我们的工作就比如说科恩世家，那他是在济南然后美伦的唱片公司呢是在北京。我以前去的时候呢，美伦跟我讲过一句话，就是说我如果去的话，我会给到他压力，就是他会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做他的工作，因为他要兼顾到我，要每天回到家看我，每天回到家看我有没有吃，有没有喝，有没有怎么样。但是呢我是一个其实非常敏感的人，就是别人跟我讲这个以后，讲了以后呢，我就不会去了。然后呢，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对，我去过一次，我当时从伦敦回来的时候，然后给他买了一套杯子，然后从那个去他这北京的房子住了1个晚上，然后不，我都没住，我们去住那个洲际了，就只是把礼物放在那，因为我习惯住酒店，然后呢，然后后来他工作就越来越忙了，对，然后就后来去杭州做直播，我也一直没去，但是我其实真的非常难受，对，